云初的大表哥一声令下，他的弟弟以及表弟们立即动手，就推倒云初架子上的那些小花盆。你们做什么呀？云初起身厉声质问着。崔大少爷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做什么？瞎子啊，你不仁，休怪我们不义呀！兄弟们砸，继续给我砸！你还在数钱呀？断了我们的财路，你还在数钱？那崔大少爷看到那束钱花时，想都不想就伸手抢夺过那束钱花。不过眨眼功夫，那束钱花又被抢走了。不是云初抢回去的，是战一晨。崔家和金家都知道战家二少爷看上了宁云初，正对宁云初展开热烈的追求。要不是碍于战一晨的身份地位，凭着两家联手，早就把宁云初干趴下，连宁家别墅都住不得了。崔大少爷没想到战一晨会在这里。门口那辆车就是战二少爷的吧？他们还以为是别人暂时停放在这里的。战二少爷，崔大少爷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呀。战一晨系着围裙，免得弄脏了他的西装服啊，因为他在切菜，菜刀都没有放下。此刻他是一边手操着菜刀，一边手夺回了那束钱花，俊脸阴沉，眼神森冷，冷冷地瞪着崔大少爷。你们做什么呀？他冷冷地质问着。看到被推倒的花架，他脸色更冷，来砸店的。崔大少爷，战二少爷，我们不是来砸店的，是他们不小心碰到架子，弄翻了。面对着冷漠如冰的战二少爷，崔大少爷秒怂，再也没有刚刚的凶神恶煞、嚣张的气焰不复见。其他人也愣住了。原来战二少爷在这里呀！就虽然他们来了几个人，战一晨就一个人，可在战一晨面前，他们还是怂得很。没有人敢动战二少爷一根头发。那是找死的节奏。当我耳聋，我都听见了，你们就是来砸店的。你刚才说的话我也都听见了。我送给我未婚妻的钱花，你还敢抢，嫌手多了是吧？战一晨可不好糊弄，他都听见了的呀。崔大少爷讪讪地陪着笑脸，讪讪地道：战二少爷，我不对，云初表妹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抢你的钱花。他又扭头瞪着兄弟们，厉声说道：你们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赶紧帮云初把架子扶起来，摔坏的花盆我们都照价赔偿啊！几个人回过神来，赶紧上前，七手八脚的帮忙把推倒的架子扶起来。就是架子上的那些小盆栽花，因为花盆砸烂了，散落在地上，让他们束手无策。片刻呢，他们又行动了。云初的店里有很多空花盆的，他们去搬来了一个个小花盆，然后蹲下身去，把地上的泥土捧起来放在新花盆里，再把那些花重新栽种进花盆里。在附近快餐店吃饭的保镖和店员看到店里的动静，连饭都不吃了，快速地赶回来。战一晨看到保镖回来了，对他们说道：看着他们收拾好，我去做饭了。然后他把抢回来的钱花塞回云初的怀里，温声说道：云初，你继续数钱，饭菜很快就能做好的，这些人你不用管，有我呢，天塌下来我都帮你撑着。战一晨说完后，又瞪了崔大少爷两眼。不知道云初是我的未婚妻吗？连我的未婚妻都敢动，你们崔家可真够胆大包天的呀！这话就是夹着威胁恐吓的了。崔大少爷脸色巨变，忙道：战二少爷，误会啊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和云初是表兄妹，我妈是他亲姑姑呢，都是一家子的亲戚。战一晨冷哼：你们两家亲戚，我家云初都不想要。云初和小姑姑关系好，她的命都是小姑姑救回来的，就是小姑姑远嫁，战一晨都还没有机会见到就过云初的小姑姑呢，有机会见着了，他一定把小姑姑当成亲姑姑看待。一晨就一直没有机会开口的云初开口了，他对战一晨说道：我跟他们算账，你去做饭，我饿了。好，
我马上去做饭。未婚妻一句我饿了，战一晨就懒得再威胁姓崔的，反正他的未婚妻不会吃亏的。战一晨操着菜刀回到简易的小厨房里继续做饭。崔金两家的人看得目瞪口呆的，堂堂战家二少爷身上的西装服和领带都没有脱下来，居然就能系上围裙为宁云初烧菜做饭，一点阔少的架子都没有，反而很接地气。这是有多喜欢宁云初才能做到这样？崔大少爷觉得该提醒母亲，就要正视战二少爷对宁云初的感情了。哇，战二少爷是来真的，并不是觉得宁云初是个瞎子图新鲜。那战家的少爷呢，貌似也不喜欢玩弄感情。他们都是瞄准了就开动，不会再换盘菜的专情人。宁云初淡冷地对大表哥说道：我架子上的盆栽花，一个架子上就有60盆，你们推倒了我4个架子，一共就是240盆。这240盆里有120盆是小盆的，一盆卖30元到50元不等，我算个折中的价钱，就一盆算你们40元吧。有120盆是中盆的，一盆呢卖50元到100元不等，我给你们算一盆80元。这些盆栽花原本都有花盆的，但是花盆被你们砸坏了，你们用了我的新花盆，我的空花盆也是需要钱的。小盆一个算你们20块钱吧，中盆算你们50元一个。大表哥说要照价赔偿，请你们赔偿我22800元就行了，还是看在咱们是表兄妹的关系，我给你们打折了。崔大少爷，云初，你这是抢银行吗？不过是推倒了几个架子，他们居然要赔偿2万多元，哪家银行只有2万元的？抢银行抢个2万元亏死了，你们是照价赔偿，还是等我报警处理？之后我再让你们加倍赔偿。几个人同时在心里骂着云初心黑，就战一晨适时的操着菜刀出来了。店员和保镖也死死的盯着他们，就几个人再次怂了。崔大少爷说道：赔，我们赔。多少钱来着？我现在就支付给你，22800元，扫码也可以，不过我更想要现金。给现金，战一晨要求。他未婚妻的手机是老爷机，扫码的话是店员收到钱后再去取出现金给云初的，那样很麻烦。战二少爷，我们可能没有带那么多现金。崔大少爷说道，能不能微信转账？对面那里就有一家银行，你们总带着银行卡吧。去那边取现金呀，云初说了想要现金，你们就赔偿现金。在战一晨的威严下，崔大少爷只得让金家的大表弟去对面的银行取了2万现金过来，然后兄弟几个再把钱包里的现金都掏出来，倒也凑够了22800元。云初，这是我们的赔偿。崔大少爷把一叠钱递到云初的面前，云初接过了那叠钱，快速地数了起来。一会儿后，他说道：数目对了，你们还有其他事吗？没有其他事的话可以走了啊。几个人呢？你看我，我看你的。最后视线都落在崔大少爷身上，就他是他们几个当中最大的，就他们以崔大少爷为首。云初，我们好歹是亲表兄妹，大舅和大舅妈都进去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大舅都是你的亲伯父，你爸的是大舅妈又是你亲妈。哎，你别做得太绝了，都说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是接管了宁氏的生意，可是你看不见呀。就算有莫总帮着你，莫总毕竟是外人，我们和你却是亲表兄妹，有什么事我们还能帮帮你亲戚呢，一家人。你把我们都赶出宁氏，莫总说不定在背后偷笑呢。云初，我们进入宁氏的时间比你接管宁氏的时间要长很多，我们更清楚莫总平时会奉承巴结大舅，深得大舅的信任，现在大舅落难了，他肯定是想霸占满宁氏的，他就是在利用你啊。崔金两家的兄弟过来砸店，主要是出气，也是想逼着宁云初请他们回宁氏。虽然有战一晨在场，逼得他们只能赔偿了云初的损失，不过他们的来意还是要说出来的。
就是我们好歹是表兄妹，是亲戚，是一家人，你不信我们，居然信任姓莫的那个姓莫的不安好心，他就是利用你的。你想想，你没有经手过宁氏的生意，对于管理公司，你也不熟悉，而且你又看不见，姓莫的想怎么糊弄你都可以，说不定他掏空了宁氏，留个空壳子给你，还负债累累，让你们宁家破产呢。等到天磊成年后，你怎么向他交代？金家的兄弟也附和着崔大少爷的话，宁天磊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巨变，云初瞒得紧紧的，不想影响他的高考。那等到高考结束后，云初会亲自对弟弟说清楚一切。弟弟要是恨他，他也认了。弟弟能理解他的话，他会感激弟弟的明事理。宁家的财产，宁天磊是能继承的，宁云初并不会独吞。不过呢，这是他姐弟俩的事，与崔金两家的表兄弟们无关。哪怕姐弟俩反目成仇，那也是姐弟俩的事。宁云初冷冷的道：“你们在公司里聚众闹事，影响恶劣，我也是不得已才炒你们的鱿鱼。我既然做出来了，就不怕你们找我麻烦。你们在宁氏的所作所为，以为我真的不知道？我大伯管着公司的时候，你们仗着是外甥的关系，在公司里作威作福，捞外快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们若是想我拿出证据来处理你们，结果可能就不是离开宁氏这么简单了。”宁云初沉声说道：“我大伯和我妈是怎么回事，你们心里也清楚。你们与我的关系能亲近得过我和我妈的关系吗？那他连继父都能送进去，这些表兄弟算什么？那他把崔金两家的人赶出宁氏后，公司上下都很开心，就知道这些人平时在公司是有多么的招人恨。”宁云初的一番话呢，成功地震住了他的表兄弟们，就他们平时都小看了这个瞎子，看他不声不吭的，活得像个透明人，偶尔说几句话也是轻声细气的，就没想到最心狠的人就是他。一点情面都不讲。至于莫总，我信他100%信他，我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众人张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最后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话来。就他们做过些什么事，他们心里清楚。宁云初能通过莫东浩迅速掌控着宁氏的一切，说不定手里真有他们捞外快贪钱的证据呢。云初，但愿你以后不要后悔。若是宁氏在你手里易了主，九泉之下的小舅都不能安心。崔大少爷撇下了一句话，就对兄弟们说道：“我们走。”宁云初冷冷地道：“各位表兄弟们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”几个人气呼呼地走了。那等他们走后呢，战一晨吩咐着2名保镖和店员，把那些盆栽花摆回架子上啊。那几个人赔了2万多元给宁云初，却忘记了带走这些盆栽花，活该被坑。战一晨对未婚妻说道：“以后他们再来闹事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带人过来把他们揍一顿，他们就老实了。二少爷，我们2个都能把他们揍得满地找牙。”一名保镖接话：“二少爷简直就是无视他们的存在。”战家的保镖拳脚功夫都很好的。另外一名保镖扯了扯同伴：“真笨呀。”那是二少爷英雄救美的机会，他插什么嘴呀？那名保镖呢，被同伴扯了扯，才反应过来。他赶紧搬花，不敢看自家二少爷那张包公脸。倪云初说道：“他们没那么大的胆子，刚才进门就砸我的花盆，那是只看到我一个人。他们要是知道你在，绝对不敢推那2个架子。”他拍了拍那一叠钱，也好，2万多元买一个教训。战一晨笑眯眯的道：“你继续数钱，我去炒菜了。”说着呢，他转身回去继续准备他和云初的晚饭。那宁云初摸了摸后，摸了摸那束钱花，被他摘下了不少钱花瓣。他觉得钱花过于耀眼招摇，就抱着一束花出门，随时都会被抢，所以他才会把那些用钱折成的花瓣摘下来，然后把钱叠整齐，等会儿还给战一晨。他的钱他不要，
就他又不置钱花，别说他现在掌控了宁氏的生意，就算没有，他靠着春暖花开也是饿不死的。那平时浩哥私底下还会补贴他一笔钱。那另一边的战氏集团，战印早已停下了手里的工作，知道海童会来接他下班，他早早就下楼，在办公大厦的门口等着。他下楼的时候刚好是下班时间，职员们看到他恭敬地问好，见他在门口站着不走了，有些高层管理以为有什么事，停下来试探性地问他：战总是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我在等彤彤，你们该下班的下班，应酬的应酬，忙去吧。怪不得战总早早就下楼了。哇，原来是总裁夫人要过来。海童是先去了春暖花开买了花束才过来的，半路上遇到了下班高峰期，还堵了堵车。等他到达战氏集团的时候，职员们基本上都离开了公司。他的车子驶入战氏集团时，那道俊挺的身影就出现在他的视线内。夫妻俩距离还远着，那战印呢又是独自站在门口，并没有让保镖团跟着。海童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自家男人，就他不管在哪里都是个焦点，高大俊美，气度非凡啊。平时海童来了战氏集团是把车子停在停车场上，现在下班了，他干脆就把车开到了办公大厦的门口才停下。战印看到爱妻那辆熟悉的车子，俊美的脸上便有了笑意。不等海童下车，他就走了过来。那海童见状呢，便不下车了，他开了车锁，让战印上车。战印看到副驾驶座上放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束，边抱起花束边钻进来坐下，嘴上笑道：这束花是送给我的吗？我要是说送给其他男人的，你会不会带着人去把花束抢回来？战印霸道地说：那是自然的，我老婆买的玫瑰花束只能送给我，你敢送给其他男人试试？海童笑道：我也没有其他男人呀。战印伸手轻捏一下他的脸：有我一个就足够，怎么现在才到的？给我送花的时候早一点过来，我能抱着你送给我的花束下班，全公司上下都能看到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还炫耀什么？海童边说着边把车开动。保镖团看到自家大少爷上了大少奶奶的车子，也跟着上了保镖车，前后跟着出了公司。我就是要炫耀啊，那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。海童，路上堵车，来晚了，下次你可以提前来的，提前来会影响到你工作。战印抿抿嘴，他想说只要他来，一点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工作，就他在，他反而更有拼劲。看到了一晨吗？他忽然问道：那小子提前溜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以前也经常溜，他是你弟弟，溜就溜呗，你多包容他一点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他们个个都是鬼精的，抱紧了你的粗大腿，万事有你帮他们撑着。特别是小九，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大嫂长大嫂短，嘴甜得很。海童笑，他不觉得小叔子们抱他的粗大腿，只觉得他们都很尊敬他这个长嫂。他也知道那是因为战印爱他，奶奶喜欢他，那他也不会恃宠而骄。他和云初还是老样子啊，就感觉他们进展挺慢的。战印得意的道：他们都不如我，我是直接一步到位。海童偏头看他两眼，刺他：当初跟我领证的时候，你那张脸绷得像大理石一样紧，我都怕别人误会你是被我用枪逼着去领证的。好吧，他承认那时候他是不想结婚的，盼着他反悔，结果他就着急领证。那两个人就那样领了结婚证，主要是他被奶奶逼着帮他老人家报恩。报恩的方式有多种，不一定要娶她呀。他就觉得是他的原因，是他哄骗了奶奶，才会让奶奶认准了他这个长孙媳妇。领证后，他才知道真正的原因。当然了，如今战印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，因为有海童啊。我和小飞商量了一下，会扩大投资。我老家那边的镇管着好多村庄的呢，那些村庄的情况都是差不多的，
就年轻人在外面打拼，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和孩子，没有劳动力在家里，田地大都是荒着。明天我约上小飞就去看看，能谈下来的就签合同，多租点地。战印温和地道，你们商量好决定了就行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是支持你的，需要帮忙就跟我说一声呀。加大投资需要多少本钱，我给你啊。我跟你借吧，回本后我再还你钱。咱们是夫妻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，跟我分那么清楚做什么？哼，以后不准在我面前提借钱的事。海童想到自己已经从他那里接过了他名下的一些小产业，当作练手，他对他100%信任。他又不是那种看到钱就良知都没有了的人，就说到那行，先用你的钱，等他赚到钱了，他再把本钱还给他。反正他现在帮他打理着小产业，到时候做账的时候，把他还给他的钱做进去，再把钱打入他的账户就行。不是他要和他分得清清楚楚的，是他觉得这是他第一次投资做大生意，他希望能够独立一点。小飞还觉得我们该成立一家蔬菜公司，买地建办公地点，再请几个职业经理人。我认同他的提议，等会儿吃过饭后，就我再打电话和小军说一声，这是他们3个人投资的，总要知会小军一声的哈。战印就了一声，是要成立一家公司，这样你们和别人谈生意的时候，别人也更容易记住你们。小飞虽说以前没有做过生意，不愧是我大姨的女儿，比我想得多。商人家庭出生的孩子，没有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走路。战印承认商小飞在经商这方面，暂时比他的爱妻要有想法。海童还在学习摸索中，就等他以后成为战家合格的当家太太时，他会比商小飞厉害的。商小飞这个人呢，性子直爽，但他的耐心不足。现在不过是刚开始，他兴趣大，以后生意步入正轨，他必定是个甩手掌柜。而且商小飞是个不耐烦应酬的人，奶奶就说过，商小飞与他虽然门当户对，但商小飞不适合当战家的当家太太。去酒店吃吧，你还要应酬，不用跑回家那么远，你说了算呀。海童笑，就他和战印之间虽说没有轰轰烈烈，但他越来越尊重他，以他的意愿为主。小夫妻俩的小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，又不失甜蜜。那战印总是说若有下辈子还要和他在一起。现在他也有了贪心，也想着若有下辈子再加战印做夫妻。陆家，陆太太放下手机，脸色很不好看。对面的陆先生呢，他虽然手里拿着报纸，却一直留意着老七的神色，也听着老七和小儿子的通话。又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你最近都这样，天天都心情不好，生气都显老了，别气了。明天陪你去做美容，好好保养保养。陆太太瞪着不作为的丈夫，没好气的道：我都属于老年人了呀，老就老呗，有那么不听话的儿子，我不被气老才怪呢。你就知道看报纸，就也不知道说说你的儿子。陆东明就是被你宠成这般的，儿子不听他的话。陆太太把过错一股脑推到丈夫身上。陆先生笑道：是我宠的，不好的都是我教的，优点就是继承了你的。东明是我妈最疼爱的孙子，明明就是我妈宠坏了他，怪到我头上来。都说儿大不由娘，你儿子用四舍五入法已经是4张的人了，你还管他干嘛呀？那再说了，你想管他让你管吗？他不让你管，你非要去管，那不是自讨苦吃？你又不是没当过婆婆，已经有3个儿媳妇了，孙儿孙女也有一堆啊，还着急什么？牛不喝水，你能按下牛头让他喝水。东明就是不喜欢茵茵，你逼他催他也没有用。陆太太，茵茵已经跟我说清楚了，她不会再追求东明，说东明的心不在她身上，她不想浪费时间啊。她这次来管城，
办完了事儿就直接去了机场，都不来咱们家落脚了。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，你儿子就是睁眼瞎，不喜欢，居然喜欢一个离婚带着孩子的女人。那陆太太就是生气，主要是她的气无法冲着海玲撒，等于是她想撕人，但没有人给她撕，那气就憋在心里，让她特别的难受。因她不喜欢，我给她安排了相亲，让她今晚过去和对方见见面，吃顿饭。她也不听，忙个鬼。她跑任你时的时候，怎么不见她忙，当我不知道。陆太太是没有去找海玲的麻烦，却也知道自家小儿子天天都去任你食早餐店的，只要海玲在的地方，很快他的儿子也会冒出来。不是偶遇，是陆东明那个不听话的，盯着了海玲制造出来的偶遇。他都有喜欢的人了，你再安排他相亲有什么用啊？以前他没有喜欢的人，你安排他相亲，他都不听你的。陆先生就劝着妻子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别管东明的事了。姓陆的，你儿子喜欢一个离婚女人，你很开心啊。陆先生，我也不同意，但能做什么？那是东明的决定，那孩子一向不听我们的管教。你说我去找海玲谈谈，海玲会不会和海童说？陆太太忽然问着，你去找海玲做什么？你不是说海玲压根儿就不喜欢咱们的儿子吗？问题出在你儿子身上呢。陆太太默了默后说道，我知道问题不在海玲身上，可是东明油盐不进，觉得狠，我只能从海玲身上入手。我想劝海玲退租，换一个地方经营她的早餐店，远离东明。以后东明但凡去了战家，叫海玲就不要去战家，免得两个人碰面。当然海玲要是肯离开管城，去一个东明不知道的地方生活，那就更好了，我愿意给她一大笔的补偿，只要她不和东明见面。这些事陆太太早就想做了，奈何海玲背后呢有商家和战家撑腰，她和海童姐妹情深，她的事海童不会不管，那海童一管，战家就会加进来。谁叫战印是个宠妻狂魔呢？就陆太太至今都想不明白，战家的老太太为什么要让战印娶海童？听说战义臣和宁大小姐也是老太太安排的。这个老人家的眼光，真是独特呀。自家孙子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看他老人家给孙子挑选的是什么条件的妻子呀？不知情的人都要怀疑老太太不是战印等人的亲奶奶呢。豪门里谁家结亲不是门当户对啊？你想破坏我们陆家和战家的关系吗？陆先生瞪了太太一眼。陆太太说道，那你教我怎么办？总之我把丑话说在前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同意海玲和东明的婚事的。等你儿子追妻成功，你再来说这样的话吧。陆太太，现在这样逼着他们断了才好，趁海玲没有动心动情，东明一头热，只要海玲离开了管城，两个人永远不见面，东明肯定就会放下的。娶个离婚女人还不如他单着呢。陆先生问妻子，你是嫌弃海玲是离婚女人，还是嫌弃她家世普通？都嫌，她父母双亡，老家那些亲戚多极品，我们都见识过的，战家好脾气，没有被那些极品刺激到，我可没那么好脾气。陆太太嫌弃地道，咱们这个圈子里多少名门千金任东明挑选，他偏不要，就喜欢海玲。他虽说粗犷，其实心不算狠，爱屋及乌之下，说不定就会帮着海玲的老家极品。那些人就是吸血鬼，一旦被他们吸上了，甩都甩不掉。像战印就做得很好，让那些极品想吸血都没有机会。陆太太自说自话后，猛地拿起了手机，起身说道，不行，我不能坐着看他们发展，我现在就去找海玲谈谈，只是谈谈，我不会仗势欺人，更不会强势的逼他离开管城的，他就是去找海玲谈谈而已。陆先生连忙叫住妻子，说他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去打扰人家？什么时候？天都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呢。
这个时候海玲才有空。陆太太不管丈夫的阻拦，非要去找海玲谈话，担心妻子会闯大祸的陆先生，眼见拦不住妻子，他只得陪着妻子一起出门。那为了继续劝说妻子呢，陆先生叫司机开车，夫妻俩呢坐在车后座，一路上啊，他不停地劝说着妻子。他说道：“你去找海玲，让东明知道了，他肯定会和你吵架的，影响母子俩的感情。让海童知道了，战印就会知道战印有多护短。多宠妻你是知道的，海玲是他的大姨姐，你逼着海玲离开管城，那简直就是捅了黄蜂窝的，严重会破坏我们陆家和战家的交情。”陆太太偏头瞪着丈夫，说道：“你只是找海玲谈谈，又不是逼着她离开管城，你唠唠叨叨一大堆做什么？烦死人了！我们陆家和战家是世交，就算战家知道我去找过海玲又怎样？那我又不打不骂人，就是谈谈而已。他们战家能接受父母双亡，毫无背景的儿媳妇，我陆家不能接受。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战家人那样的。我相信管城上流社会的太太们，99.9%都和我一样，希望儿子能娶个门当户对的儿媳妇，竹门对竹门，木门对木门，这是古来如此。我也不是针对海玲，只是不对等的婚姻，难长久，也容易闹矛盾。我是为他们好，避免他们以后闹离婚，闹得太难看。他知道老婆的话有道理，谈谈就谈谈，你别用强势的口吻和海玲说话，让人家受委屈。陆太太没好气的道，有商家和战家给他撑腰，我哪敢强势的对他呀，哪敢让他受委屈？是我受委屈了，我堂堂陆家的太太啊，却要低声下气的去求海玲远离我的儿子。陆先生不好接话了。海玲并不知道陆太太夫妻俩过来找她，她和儿子用过晚饭后，洋洋想出去逛街，海玲答应了儿子的请求，就为了方便她骑着电瓶车载着儿子出门的。洋洋说的逛街，其实就是去一家大超市逛。那家超市有几层楼，其中3楼是儿童游乐场所，很多小朋友喜欢去那里玩。海玲带洋洋去那里玩过2次，小家伙就喜欢上了。母子俩到了商场，意外的遇到了周红林和叶佳妮。叶佳妮呢，因为怀孕啊，那在周红林和律师的申请下，叶佳妮可以从里出来养胎。爸爸，洋洋看到周红林总是很开心，就是因为他每次都很开心，父子之间没有隔阂，海童夫妻俩才无法对周家人下狠手。总要替洋洋考虑考虑的呀。洋洋，周红林没想到会遇到前妻和儿子，看到洋洋欢喜地朝自己奔跑过来，他先看了叶佳妮2眼，才上前几步，笑着抱起了跑过来的儿子。叶佳妮原本脸上还有点笑容的，在看到父子俩那股亲热劲时，她的笑容就消失不见。她现在怀着周红林的孩子了，这个孩子是她盼了一段时间的，可惜孩子来得太迟，要是孩子早早就来，她为了给孩子积德，死也不会答应那些人的，害了自己也害了她的孩子呀。虽说她现在属于监外执行，但等她生完孩子后，法律对她的惩罚还会继续实施的，那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无法陪着孩子成长。那孩子会缺失母爱，还有因为他犯罪了，对孩子的影响也挺大的。叶佳妮特别后悔，后悔也没有用了，谁叫他当初没有直接拒绝周红林的求爱，一心想挤走海玲成为周红林的太太，满以为起飞了，谁想到是他的悲剧开始，还不如找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嫁了呢，哪怕生活平庸，至少能活在阳光下。海玲没有走向那对父子，她站在不远处，默默地看了父子俩片刻，那视线呢便落到了叶佳妮的身上。叶佳妮很快呢走到了周红林的身边，距离近了，海玲看她那也看得更清楚了。叶佳妮瘦了很多，气色不太好，她穿的衣服宽松，除非眼神很厉的人，
才能看出她怀着身孕。红林，我们走吧。叶佳妮对周红林说道。她现在不喜欢看到周红林和洋洋亲近，生怕父子俩感情太好，以后周红林不能全心全意地照顾他们的孩子。她生的是儿子还好，若是生了个女儿，周家人的心肯定是偏向洋洋的。她以后还要继续服刑，不能陪着孩子成长。若是个女儿不讨婆家人欢心，她不在孩子身边，谁知道孩子会受多少委屈？那所以周红林这个亲爸就是他孩子的依靠。洋洋比他的孩子幸运太多，洋洋有太多的人疼爱着，靠山多，那根本不用担心受委屈。洋洋，你和妈妈来买什么呀？周红林问着儿子。洋洋答道：我和妈妈去玩。爸爸，你买什么？他看了看叶佳妮后又默了默，还是礼貌地叫了一声叶阿姨。叶佳妮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来。爸爸刚到，还什么都没有买呢。洋洋想买什么呢？爸爸买了给你。周红林为了叶佳妮的事，加上有海老头夫妻俩拦着，他很久没有见到过前妻，就更不用说儿子了。久不见儿子，现在遇上了，他觉得给儿子买点东西好应该的。叶佳妮脸色的那丝勉强的笑容没有了，不过他也没有说什么。海玲在这个时候走过来，看到海玲，叶佳妮的嘴皮子动了动，最终却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。他应该向海玲道歉呢。海玲去鬼门关闯了一回，是他间接害的。海玲，那周红林叫了海玲一声。久不见面，他忽然觉得前妻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变得年轻漂亮，自信大方了。就像婚前的他就是这样。你们来逛商场吧，我带洋洋去3楼的室内游乐场玩一会儿。海玲从前夫的手里抱过了儿子，淡淡的说了句话后，就对洋洋说道：洋洋，我们走吧。好，爸爸，再见。洋洋向周红林挥挥手说再见。海玲，洋洋。那陆东明的声音突然传来，很快他就大步的朝母子俩走过来。周红林看到陆东明那一刻，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。